跳得真好，真漂亮！这个跳得真好。15年前，叶府内斗，2房3房联手，让大房一脉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主子，此女便是醉花楼新晋花魁，凭一手琴技名动上京，只是从未有人见过其真容，不过是以虚名惑众的伎俩罢了。说来也奇怪，本不应该为花魁娘子献祭之日。15年来，我无时无刻忘不了杀害父母的血海深仇。顾明渊，就让我借用你这把刀，劈开这场戏的幕布吧。那妇人看着好生眼熟。这不是叶府三夫人吗？李婉春，一善不者，快去遮住！叶家三夫人怎会在此呢？叶三爷前日才骂了第5房妾室，这叶夫人倒是挺会找乐子呀！都闭嘴！谁敢传出去，老娘撕烂他的嘴，割了他的舌头！都别看了，散了！走，都别看了，走。有人伪造现场，这2人不是坠落致死。把门给我守好了，今夜谁也别想离开这醉花楼。是。小美人儿，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上钩了。公子这是何意？娘子用2条人命作饵，引我入局，这盘棋下的可真够大的。公子若是喜欢奴家，不妨成为奴家的座上宾。天竺催情圣药依兰香，让人心神不空。可惜闻起来应该是刚好燃尽，不然怕是要着了娘子的道。不愧是皇城使大人，连奴家怀中的依兰香何时燃尽都算得分毫不差。娘子费这么大心思下一盘好棋，如若我不赏脸，岂不是坏了这盘好棋？大人自可不必勉强，奴家这就离开。3、2、1。顾大人这心跳如此快，是动了情，还是我的药效发作了？看来是顾某想看娘子。敢问娘子何时给我下的药？我把药浸泡到身上，你离我这么近，当然会中毒了。顾明渊啊，顾明渊，你查案可太慢了。为了给你送上线索，还得费尽心思和你春宵一夜。叶府用清白换顾明渊入局，已经是这场大戏的最后一步了。我已经等不及撕开你们2房3房的伪善面孔，为我爹娘报着血海深仇了。大人，传令玄甲军封锁9门，着重查指尖有伤的青楼女子，顺便给我查一下，她到底是谁？海高，叶未央，25接你回府做大小姐，还培养你当下一任叶家长氏，你可要懂得感恩呐，可莫要忤逆我。海高，二叔，母亲是被人陷害的，她的司法与……你母亲的死闹得整个京城沸沸扬扬，你还想要闹哪样？二叔不让我说，我偏要说。我母亲出事那天，她不知所踪，而我母亲的死法与她当年母亲方如月的死法一模一样。除了她，还有谁能想到这种招数？这些年来，她不过是在做小伏低，换取我们的信任，为的就是推翻叶氏，
推翻二叔，为他母亲报仇。娘，你醒醒！娘，你不要丢下我不管，你不在，女儿会害怕的。娘，母亲，我要让所有欺负你、伤害你的人，统统血债血偿。早就听闻有一花魁娘子享誉京城，只可惜在我娘出事之时被段贤伤了手指，怎会有如此巧合之事？什么花魁娘子，未央一无所知。你还敢狡辩？那你这手上的伤又是从何而来啊？未央谨遵二叔教诲，遵循女戒，潜心苦练刺绣之事，才不小心割破了手指。弹琴和刺绣手法不同，自然是伤痕也不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没想到我堂堂叶家也会出你这种货色。二哥，全家法处置。可为何妹妹对醉花楼之事如此了解？妹妹明明同三叔母共处一室，为何却同那花楼娘子一般，精通那些淫词艳曲、以色示人之术？三叔母犯了大错，可妹妹尚且年幼，若是传了出去，犹如叶家门楣啊！二叔，是因为是他陷害我，我现在还是完璧之身。妹妹幼年时曾点过朱砂，是否完璧，一看便知。二哥，滚！今日之事，若谁传出去，人头落地。好戏才刚刚开始。主子，您为何还要留在醉花楼？上次您让我找的姑娘，我真的是把整个醉花楼翻了个遍，也没找出来啊。每个花娘我都看了好几遍，没有符合描述的。找不到就继续找，找到为止。是。你那个二叔是不是又逼你喝药了？夜上了，真卑鄙！明知道你要查你娘的证据，整天就拿叶家长室之位吊着你，还不知道存有什么心思呢。叶盛朗的心思，我还怕他没有，不然怎么好安排我给他准备的大礼？你现在是打算怎么引顾明渊入局？生生，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依兰香。该喝药啊，未央。你和你母亲真像啊！不乖啊，这伤了身子可怎么办？
二叔特地给你熬的药，来，喝。喝，赶紧一口都闭上，喝完就能乖乖长病了，就不走了。乖，你母亲好久没看到你了，这些日子你别好好陪陪你母亲。不行，叶未央，不能动手，还差一步，你就能拿到长世之职。15年来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重回叶府，找到证据洗清父母的不白之冤，绝不可在这里功亏一篑。自从上次犯人自杀，贪污案的线索就中断了。这是叶府二老爷的寿宴，我已经替您拒绝过了。叶府，我倒是忘了这一茬。野猫并非只在野外出没，家宅里反而会更多。这次寿宴，京城的闺阁娘子都会前往吗？只要主子去了，那些个京城娘子们定会争相前去。叶府有点意思，头一回见做完白事做红事，李家三夫人的头七怕是都没过呢，说不定会有惊喜。未央，素来只知道魏晴是京城第一绣娘，但在我看来，你这绣工比她绣得更好，这功底旁人怕是几辈子也比不上你。就你也配跟我比？叶未央，你哪来的胆子？就你也配跟我比？叶未央，你哪来的胆子啊？这凤凰绣得跟麻雀似的，头缩眼无形。魏晴，这是你新绣的手帕吗？也不知道谁这么幸运，能得到魏晴的手帕，与她共结一生。我叶卫晴自是不会便宜了旁人。依我看啊，只有皇城使顾明渊才能勉强与我相配。你们俩记住，这叶府只有一个娘子，就站在你们面前。是叶娘子。至于她，不过是个被叶府逐出家门的杂种，跟他娘一样，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下贱货。这绣品，妹妹大可以拿去讨好你那位顾大人，又何苦折煞我的母亲？未央有些乏了，劳烦妹妹拿这副绣品亲自去讨好你的恩客。你罢了，就当本娘子恩赐。看你还能什么在寿宴上出风头，你就等着被众人唾弃。哼！我的好妹妹，那就看看咱俩这出戏，谁唱的更好一些了。大人，到了。这味道好生熟悉。大人，我去通报。不必通报，我自会拜访。公子啊，好久不见啊！来，诸位，来，来，我敬大家一杯。来，小姐客气，来，皇公子大人。是啊，就输给你。哎。
不愧是叶家的娘子，名冠京城。今日一见，果真令府里的鲜花都失色几分。张家公子出了名的风流，听说身边女人不断，怕是还有花柳病。不过这般男子，倒与叶未央是绝配。哎，张公子，我有一姐姐，容貌倾城，就是刚才那位娘子，我向你引荐，可好？娘子，顾大人已经到了，听说正在后院闲庭信步呢。失陪。我去补一下胭脂。对了，别忘了姐姐的寿礼。姑娘借过。许是公子忘了，卫青曾在宫中与大人有过一面之缘，卫青将来定会让公子记住。借过。哼，顾明渊，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叶未央，你不好好待在前院等待寿宴开始，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难道你想临时使坏，破坏二叔的寿宴？自是不敢。不过妹妹怎么也在此闲逛？莫不是妹妹以己夺人，想要对寿宴的绣品做一些手脚？叶未央，你少在这儿给我伶牙俐齿。待会儿绣品展出，你我自见分晓。到时候记得向我下跪，不然保不住你不值钱的小命。那就拭目以待。都是些看腻了的俗物，倒不如这庭院的花草有意思。听说今日寿礼有失传已久的织锦苏绣。哦，叶家竟出手如此阔绰。要知道，除了当年方娘子的锦玉纹，位列第二的便是这织锦苏绣。听说用的还是锦玉金线，是出自叶家娘子的手。今天又有好戏可看了。诸位，感谢诸位今日光临我寒舍，来参加我叶某的生辰呐。那么接下来便是寿宴的献礼环节，有请第一位献礼者上台。献什么？哎，快看，这叶未央据说是青楼女子所生，最近才被叶二爷寻回。真是好命啊！是他，所以这也是你不好的局吗？今日献礼乃是刺绣一副，祝愿二叔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就知道你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这叶未央不愧是个野丫头啊！这作品说是平平都太过包养，这简直就是不堪入目。是。还什么锦玉苏绣，这寿礼还得是叶家的甄小姐才行。这个东西，真是怎么好意思呢？我看这刺绣别有异曲，倒有些不同。奇怪，一向高贵的顾大人怎会为这等俗品说话？是啊，一人都看得出来，这等刺绣简直就是对叶二爷的侮辱。叶未央，我看你是不知今日是何日。你胆敢置叶家脸面于不顾，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得太久了，想发配去当奴役了。叶二爷，哼，我听闻叶府上还有一位娘子，不如让两位娘子将寿礼一同展示出来。不行，来，想必是刺绣过于精彩，惊艳了众人。简直是大逆不道！这都什么玩意儿？一个妇道人家怎么拿出这个东西来啊？二叔，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
这具雀槽！二叔，我真的冤枉啊！肯定是叶未央那个贱人偷换了刺绣，想置我于死地。妹妹这是何意？我本只因手伤，未能绣出佳作。可妹妹你呢，竟不顾纲常伦理，把自己的闺房之乐搬到台面上来。怪不得，这竟是叶小姐私下兴致。别看她表面端庄，内里实在淫荡。真是不要脸！这哪这种愚蠢？二爷，原谅我吧，二爷。来人！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二爷。快走！二爷。今日大家欢聚在此，是为了庆祝我二叔的生辰。本应是喜庆的日子，却白白被人惹了晦气。作为叶家娘子，我理应帮大家去这晦气。祝二叔万寿无疆。果然是你。今日叶府家事少了诸位的雅兴，我二叔备下酒席，大家莫要负了二叔的心意。哎，好，走吧，入席吧，一起饮酒。二爷说了，让您这几日啊好好反省，若再闹事儿，就要将娘子您呢送到那庵子里去。啊，是叶未央害我的，你们去告诉二叔，去啊！哎呀，娘子，你就别为难我了，老婆子我哪有这种权利呀？二小姐，多少吃点吧。滚！都给我滚！叶未央，你今日害我，我定让不如死！今日寿宴你做得很好，但是太招摇了。未央，谨遵二叔教诲。你衣服这个颜色不适合你，把这个换上。怎么，不愿意？罢了，那这掌事的钥匙和账本我也就不必给你了。能辅佐二叔处理叶府大小事务，是未央的荣幸。未央啊，今天这般听话，二叔高兴了。不过呀，今日之事，你所图为何？未央只愿长长久久的陪在二叔身边，毕竟这世界上只有二叔能让叶府给未央一处容身之地。未央出身卑贱，能被二叔寻回接入府中悉心培养，未央不胜感激。很好。按照规矩来，若是错一文呢，便记一次打。算完这几日来书房清点词库，别出岔子。你知道二叔的，啊？最后一步，叶盛朗，你终于入局了。二爷连胭脂都不许你抹，这脸色。无妨。听说昨晚二娘子的声音响到3更才止，今早奴婢遇见翠柳，看她衣服上渗着血。府中之事不可多言，你先下去吧。是。娘子，昨夜大娘子从二爷那儿拿到了管家钥匙。我娘死了，我被关在这鬼地方了，全是叶未央害的。你去给他下药，你去给他下药，我
我要让他面色归来，1周后在春日宴上身败名裂。可若是二爷发现，事之后我会让你脱了奴籍。奴婢实在不敢，娘子。你不做，我就去告诉我爹，把你发卖到窑子。你以为叶未央有了管家钥匙，就真是叶府掌事，就能罩着你了吗？别忘了，我才是你的主子。妹妹这脾气，真是苦了你了。你看，我也日日挨罚。娘子为何帮我？同是可怜人吧。妹妹与你脱籍，她如今都自身难保，此话你可信？大娘子，就莫要再为难奴婢。妹妹上月撵走的银杏，你猜她出府后是脱籍了，还是被卖进暗娼馆了？在做什么？在做什么？二爷恕罪，娘子恕罪。你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在我眼皮子下给府中娘子下药！把脉了。二爷饶命！二爷饶命！奴婢不是有意要害大娘子。阿叔请慢。这药是我让翠柳下的。前几日月事来迟，得知翠柳有一偏方，不想让外人知晓，便让她偷偷来下。如娘子所言，奴婢是奉大娘子之命，找来偏方为娘子治病的。是吗？二叔，这是不相信未央。我只是不希望有人在我眼皮子下兴风作浪，我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在二叔的管辖之下，叶府上下自当不敢有人违举。你这张嘴啊，可真是跟你娘一模一样。奴婢谢过大娘子，娘子的大恩大德，奴婢没齿难忘。我的这份恩情，自然比不上你家娘子的。奴婢愿为娘子效犬马之劳。大人，这就是你命我在叶家搜来的织锦刺绣，这绣品几乎燃尽，能救下的就这一小片。这布料之精细，属实上品。这金线的成品，看着非同一般，非寻常可得，就连在宫里，也极为罕见。看来这叶家也并非如民间所言那般曲高和寡。这叶家背后数不清的阿杂事。想当年，名动京城的方娘子嫁入叶家，在夫君离奇死亡后，也蹊跷离世。这叶家号称从龙之臣，竟也如此不堪。大人，那这贪污案，接下来是不是得往叶家的方向去调查？查，不过要暗地里查叶家，不要声张。能为叶家提供这样上乘的金线，只有张家。这绣品里面定有线索，说不定能够找到叶张二家的贪污之证。大人，那我们接下来是去查张家？去京城把之前张家负责的布料生意买断。大人这是何意？虽说皇城私不缺经费，但此举……跟叶家说，以后布料要是有生意，找我便是。是。娘子，大事不好了！不是叫你平日里稳重些吗？怎么还是如此匆忙？
原本和我们对接布料的张家甩手不干了，现在老爷正在对接新的东家。这顾大人找得够快的，逼得张家自露马脚。不行，我必须在叶盛朗察觉前找到母亲死亡线索。这个新东家，我高低得去会会他。二叔，未央，你的消息可真是够灵通的呀。二叔，我想去会会这新东家。既然二叔把叶府事务交与未央管理，未央理应尽心尽力。二叔赠与未央的衣服，未央一刻也不敢离身。若是失职，未央也无颜留在二叔身边，更怕别人说闲话。若是完不成，你休怪二叔收回你的掌事之位啊。是。叶娘子莫非在寻我？顾大人，叶娘子莫非在寻我？顾大人，你怎么会在此？叶娘子身为叶府新的管事娘子，竟如此草率，连生意合作对象都认不出。我本以为这皇城司是查案之地，没想到却如此涉猎广泛，管起了这京城的布匹交易啊！生意事小，怕是叶大娘子忘了什么吧？不知顾大人此话为何？叶娘子记性如此不好，我记得上一次见可是坦诚相待。本是风流趣事，顾大人不必劳气于心，理应当作过眼云烟吧。过眼云烟，叶大娘子可真潇洒。以往我审查犯人都是本大人掌握主动权，这被动的滋味可不好受。顾大人想要如何？我正缺一个暖房丫头，不如你来侍奉，我可以忘记你手上的2条人命。顾大人，我可是叶家嫡女，我们叶家好歹有从龙之功，战功显赫，可不容许如此侮辱。叶娘子好一番义正言辞，可你用2条人命，不惜自身为饵，引我上钩，不就是为了让我注意到叶家私下的勾当吗？是我小看顾明渊了，不愧是皇城使。叶大娘子，叶大娘子，您在里面吗？那不如将计就计。那顾大人细细说来，我又意欲何为？这个发簪不配你，你随意挽发更好看。好不好看，与顾大人无关。还我！娘子听我说完，便还你。叶大娘子辅佐叶府劳务之时，想必也发现叶张2家近日来往有异。张管家，这金线可比往日艳丽了几分了。锦玉金线从何而来，就不用和叶管家明说了吧。这金线乃西域特供，是往朝廷上贡的珍稀品，张家截获禁品送往叶家，这明显是在拉叶家下水。若此时叶家发现，向圣上禀报，不仅能够俘获圣心，更能一举扳倒张家。自此，叶家一家独大，而叶娘子的前途不可估量。顾公子如此这般帮我，是想得到些什么呢？
顾大人这是嫌弃我？谁能想到端庄温婉的叶大娘子背地竟会如此令人飘飘欲仙呢？你的人，你的心，你的一切，我都想要。顾明渊他不行，我还要为父母报仇。那就看看顾大人如何得到我的心了。叶大娘子以后不许胡来，可要保护好自己，不再受伤害。因为你是我的。皇城寺有上好的金疮药，回头我就让人送到你手里。翠柳，翠柳，翠柳，你马上给我滚进来！娘子，奴婢在。这么默契，你别忘了，我才是你的主子。你偷偷出府，把这封信给张家公子。奴婢不敢骗你，二娘子想要张家公子邀请她参加春日宴，以此解禁。那便按照他的计划。娘子好生调养，莫要铤而走险了。魏青多谢张公子出手搭救，魏青想请我帮忙？来，爬过来。赵子轩，你别欺人太甚！我看叶二娘子还是没关够吧，那今天就当做我没来过。慢着！公子何必折辱为妻？我报答公子救命之恩，自有妙计。我可以用叶未央的身子与公子交换。我可以用叶未央的身子与公子交换。连你都只配当本公子的走狗，你凭什么觉得本少爷会看上你们叶家的那个乡下野丫头？就凭那日在寿宴上，公子望他的眼神。若是公子答应，我请保证，定让公子抱得美人归。有意思，成交。娘子，二爷说你可以出去了。叶未央啊，叶未央，只要你没发现你与张公子在私下暗通款曲，我看你还怎么当家里的管事。是啊，今日天色真好，这天气是真不错。哎，你看那边的花都不错的，是是吧？闲思何妨？早就听闻叶家大娘子端庄大方，今日一见，果真如此。不知娘子是否有婚约？不如由我做媒。少娘子见笑了，未央尚未有婚嫁之日。姐姐这是去哪儿啊？可叫妹妹我好找啊！不知我是否听错了？方才你唤我姐姐，你我本是血脉相连，你自当是我姐姐啊！你这声姐姐，我可担待不起。从前是妹妹鲁莽，今日妹妹便以茶代酒，向姐姐致歉。
妹如此豪爽，那我一饮便是。被关了这么些天，叶卫晴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此药甚毒，比依兰香还要毒上几分。边塞将士用于人质和官妓，只需要半饱的剂量，便能令人飘飘欲仙，主动攀上男人的床，变得……我已猜得了个大概，他不过就是想让我与张公子苟合，好让我名誉尽毁。他若想要，我便随了他这个愿。作为姐姐，我便赐他和张公子这个婚约。姐姐可真豪爽，妹妹感激不尽。应该的，你我姐妹二人应该齐心才是。哼，岳未央，你就看我如何将你扶持到张公子的床上。叶大娘子，您若身子不适，我便扶您回房中歇息吧。叶未央，你当真觉得我被关的这些日子一点长进都没有吗？还是娘子聪明，提前换了杯盏，才让他喝下了药。今日我便教你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好爽！叶未央，清醒点，不能这样。哼，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以为你真帮得了叶未央？娘子，翠柳不明白您的意思。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干得不错，等本公子回去，好好奖励你。公子若有精力，请你务必好好满足叶未央。我去换身衣裳，一会儿再来收拾你。是我。娘子，这是在勾引我吗？你吃了什么脏东西？我没有。这我还看不出来吗？娘子性格不做作，这次怎么反倒扭捏了起来？你在说什么混话呢？娘子以前都很是主动的，我鲜少看见你这般模样。没想到这边塞的药，竟使人害羞不成？娘子若再害羞，就赶不上看好戏了。外面的事情由我来处理，现在你只需要利用我。这哪家奴才走了不开路的吗？公子饶命，是叶大娘子吩咐我快些取茶，这才冲撞了您。这杯茶是叶大娘子特意为张公子倒的茶，是小人唐突，辜负了叶大娘子的好意。哼，想必是这小娘子迫不及待，等我过去抚慰她。笨手笨脚，差点坏了我的好事。都怪小人，都怪小人。
大娘子最忌讳外客衣衫不整，怕是等会儿要将您赶出去呢。小人说错，小人多嘴，小人多嘴。等我换完衣服，咱俩收拾你。哇，好一处惊喜！一个乡下丫头，皮肤竟如此晶莹剔透。刚刚送我的茶，想必是调情圣品。没想到这个女人外表清纯，内里却如此风骚。你快看，那不是张家的浪荡公子吗？玩的可真够花呀！那可是叶家二娘子啊！是啊，那不是叶府寿宴上献春宫图的叶家二娘子吗？也果然是浪荡陪嫁。是啊，这么要看什么看？赶紧给我滚！下去我要了你们的脑袋！赶紧给我滚！滚！走吧，走吧，滚呐！娘子的遇难之术，比起上次更精进了些。我本以为顾大人是无情无义之人，却没想到也不赖嘛。在下这次比起上次，是不是更让娘子满意一些？一人一次，2清了。要。娘子再不走，就赶不上好戏了。莫非是想和在下再续传闻吗？登徒子，二叔，爹，魏晴是遭人陷害的，你们要相信我。畜生！我叶家的脸全都让你丢尽了。爹，是叶未央，是他害我，是他害得叶家颜面尽失啊！妹妹慎言，明明是你与张公子暗通款曲，被旁人发现，与我何干？那张公子明明被人下了药。下药？这下的是什么药？是他，是你害了我！放肆！阿哥，息怒啊！都是弟弟我，平日里教你无方，方才酿成大祸。爹，不是我，是叶未央他害我呀！爹，闭嘴！到现在你还是执迷不悟。你既说他诬陷你，有何证据？证据便在翠柳身上。二爷饶命，奴婢什么都不知情。贱人！二娘子饶命，奴婢确实什么都不知情。妹妹，这翠柳是你的贴身丫头，连她都不能替你作证，你又何故说是我害得你失节？我必须想办法脱身。是茶水，对，是茶水。爹，是茶水，女儿是无辜的，是他向我下了媚药，是他让我喝下的。荒谬！这茶水明明是你让我饮下的，又何故变成我下药害了你了？二哥，孰真孰假，让人查了这婢子便知。既如此，那便把翠柳带下去，严刑拷问。二爷饶命，二爷，奴婢不曾害人，奴婢只想安分守己的服侍娘子。是啊，翠柳只不过是道出了妹妹害人的行径，可并未真正的亲自害人啊！给我搜！这篇就是证据。若不是他们二人合谋，想要使我身败名裂，这媚药又岂会在他手中？回禀老爷，小的在大娘子房中发现了药膏，拿过来。阿哥，
同为一物。翠柳啊，这药膏是你买的，还是大娘子让你买的？你若不说，那便是大娘子。是奴婢买的，此事与大娘子无关，奴婢对不起二娘子。翠柳你，奴婢愿以死谢罪。拦住他！如今翠柳以死明志，是叶未央将他逼死，是他害了我，是他害了叶家身败名裂啊！二叔，爹，还请责罚叶未央，还叶家一个公道。公道？不知叶二娘子是要替谁讨个公道？顾大人为何突然造访我叶家呀？本官接到线报，有人私藏违禁药品。我叶家向来循规蹈矩，上上下下安守本分。顾大人是否消息有误啊？本官查案这么多年，不会有误。几日前，我们所捕获的贩卖违禁的团体已经招供，有人向他们购买违禁药品，是吧？叶二娘子，我不知道什么违禁药品啊！几日前，娘子命丫鬟翠柳去永安楼2楼购买药品，被我手下阿奔一路追随，且有要犯的作证，不然本官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查清此案。这也得多亏了叶二娘子功劳吧。本官还是来迟了一步，叶二娘子好毒的手，此乃是我朝明令禁止的药品，不知叶二娘子用此药做何用？顾大人这是我叶家家丑，实属难言，可否给我叶某一份薄面？等我查清楚后，我再做处理。爹，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叶未央害我。既已真相大白，还烦请二叔、三叔在顾大人的见证下还未央清白。叶未央，既然叶大娘子乃是此事的苦主，那此事便交给叶大娘子来定夺。本官悉听尊禀。叶公意下如何？那就听顾大人安排。大人，妹妹年幼无知，还请大人网开一面。可是这做错了事，肯定是要受惩罚，不是吗？那就把魏晴妹妹关入柴房，禁闭好了。至于翠柳，既然是枉死，那便厚葬，赏其家眷10000两，保其全家下半辈子。无忧。叶未央，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不知妹妹可还记得这个东西？叶未央，你竟敢！信不信我叫我爹把你千刀万剐？别过来！阿姐，送你个暖和的玩意。小野种，这蛇毒记得让你娘用嘴吸出来，让你娘多可2口血，正好早点死了，也能省些药钱。哭大点声，你这个勾栏女养的贱种！妹妹，你别忘了，这蛇啊是最听不懂人话的。15年前，我就如同这般被你关在柴房里。我还记得你对我说过，这柴房里的蛇窝是最养人的，怪不得我能生出这副好样貌。姐姐，不是
我也是受人所使的，你原谅我，你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求你原谅我。这蛇是毒不死人的，只不过会让你很疼罢了。你还要对我做什么？妹妹生得如此美，这脸啊是万万碰不得的。放心吧，涂了这药，脸就不会被伤着。不要！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的，毕竟这出戏还得是你在，才能唱得好听。叶无香，你给我等着！张家也应下婚事，3日后过门。什么？爹，往事里你是看不上他的，为何要让女儿嫁？爹又不是不知道他房里有多少女人。你还有脸说？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和张公子怎么可能会被顾明渊盯上？现在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让叶未央嫁过去，凭什么要让我嫁？你现在就是不嫁也得给我嫁！当年爹和二叔一同逼死方如月。住口！顾明渊盯上了赈灾营的案子，你若是不联姻，你二叔的事情要是被查出来，我们叶家上下九族都要给你陪葬。卫青啊，你要是嫁过去，你仍是叶家姑娘；若是不嫁，他能让你病逝的体面些。我嫁，但我也要叶无香的命。放心，顾明渊查的越紧呐，你二叔越容不下的。记住，打蛇就要打7寸。怎么连顾明渊也对你有意思了？怎么连顾明渊也对你有意思了？你这张脸，这身子，真是让人爱怜。还是说你已经把身子给了他？二叔若不信，大可来验未央的朱砂。何时受的伤？这么不乖啊！不要以为攀上顾明渊就跑得掉，不要忘了，你做什么事都得经过我同意。未央不敢，未央从未想过逃离二叔，未央的一切都是二叔的。所以，你跟顾明渊到底是什么关系？想要借助黄承思为二叔谋一个助力。大人，我刚刚看到大娘子悄悄地往醉花楼去了。去兵里调人。是。好戏开始了。这药能解你身上的毒。他怎么知道我一直被二叔下毒控制？你的脸色更差了。死不了，叶上朗最近盯上你了，小心些。我要的东西呢？这不就来了？朝廷办案，若围住醉花楼，一个都不许放过。
给我一间一间的搜，我要见人，我要见尸。别说话，配合我。轻点，未央，别这样。是你吗？我在你身上怎么就玩不够呢？官人喜欢就好。三爷是对野鸳鸯。废物！废物！继续搜。是。官人喜欢就好。官人轻点，官人。叫那么好听，不怕被外人听到吗？继续叫，我喜欢听。他们走了，我们该结束了。刚才确实是演的，接下来我们来点真的。顾大人对所有的女子都这般风流。未央，我心悦于你，明媒正娶，绝不食言。这世上的男子说惯了好话，相悦时情意绵绵，厌倦后又弃之如敝履。顾大人这话听着倒动人，可是却不知有几分真，几分假。那你要我怎么证明？那就看看顾大人的聘礼有多大了。定不负叶大娘子所望，只怕你不敢想。二哥，事情就是这样，我是真真切切看到叶未央就在醉花楼里坐着，哎，你说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呢？是啊，而且父亲还在醉花楼里发现了这个，我一瞧，这不是姐姐的帕子吗？去把大娘子给我押回房间。叶未央，人证物证俱在，看你还怎么狡辩！跪下！说，你与谁在酒楼之中？大哥，见私通外男，秽乱家宅，请家主按族规处死。是啊，二叔，我们叶家百年清誉，岂容这等娼妓之女玷污？妹妹是忘了你与张公子之事，休要攀仇为情。我与张公子两情相悦，倒是你，只怕不是环璧之身了吧？叶为情，二叔，三叔和妹妹还真是好手段。我是去过醉花楼不假，可那手帕明明我前几日便赠给了翠缕，又怎么会在妹妹？况且我去醉花楼都是为了二叔。二叔？是啊，前几日府里的银子突然少了一笔，我派人去查，发现被支给了醉花楼。可我明明是前几日去的，三叔又怎会在昨日见到我？难不成是得了眼疾呢？叶未央，我看你这张嘴是越发顶顶。拿家法来，拿家法来。说，私通外男是不是真的？姐姐，你就认了吧，不然你真的会被二叔打死的。二叔若真想杀了我，又何必等到今日呢？你舍不得，舍不得我，也舍不得我这手刺绣的手艺。二哥，不管今日如何，都要好好的惩罚他一番。若是以后家里的姑娘都像他这般，我们叶家的名声，走吧。既如此，来找人验一验。若你还是完璧，我必信你。来人，
找婆子来。叶未央啊，叶未央，我看这次还有谁要来救你？顾大人贸然出现，插手别人家事，不好吧？二老爷、三老爷，有公子前来提亲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想必是张公子来了。不行啊，你随我出去。不是，有2位公子，一位是皇城使顾大人，一位是张公子。顾明渊，禀报大人，叶大娘子已妃完毕。叶未央，你还有什么解释？住手！住手！顾明渊，你终于来了，我赌对了。叶大人，这是要拿着叶家的祠堂当断头台用啊！顾明渊，我叶某管教侄女，与你何干？3书6礼已备，今日特来提亲，双喜临门，岂不满哉？叶未央已妃完毕，我叶家不打算将她出嫁。她若非完毕，叶大人想必更迫切地将她嫁出。我叶家丢不起这人，顾大人请回吧。既然叶大人那么不愿叶大娘子出嫁，怕不是叶大娘子手里有着叶大人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是，若真是如此，这些秘密一旦传出去，令世人非议，恐怕到时叶大人地位不保。我与张公子是两情相悦才订的婚，不像你们这对狗男女，背地私相授受。叶二娘子既懂礼仪，怎会被众人发现与张公子在房内颠鸾倒你张公子可以与叶二娘子成婚，那我与叶大娘子成婚也没有任何可反驳的理由。更何况我俩交合，不曾被外人发现。够了，嫁与不嫁，让他自己选。叶未央，你若是嫁，你就得把管家之权交出来，还有你娘的牌位。我叶家上上下下与你再无瓜葛，包括你想知道的一切。未央啊，你娘要是知道你为了一个男人就离开叶家，她该多心寒呐！你可要好好想一想，你是嫁还是不嫁呀？若是没发现顾明渊动了真情，我怕不是还要继续受叶盛朗这个弑兄辱嫂的禽兽胁迫。可现在，叶盛朗，我有更好的办法处置你们了。未央与顾大人乃是两情相悦，未央愿意嫁。儿女之事乃是两家大事，理应媒妁之言，岂容你一人胡闹？依二叔的意思，那我父母的婚事也是儿戏，如此折辱兄长，真是有损一家之主的作风。二叔呀，你可别气坏了身子。叶未央，你好大的胆子，还不赶紧向二叔认错？二叔，刚才是未央鲁莽，顶撞了二叔。自从父亲死后，二叔就如同亲生父亲般待我。未央知道二叔是尊重父亲的，所以也会尊重未央自己选择的婚姻，是吧，二叔？未央，这是你自己选的，我成全你，别后悔。
顾明渊，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活到娶到她的那一天。拭目以待吧，二叔。未央，多谢二叔成全。二叔，那未央便与夫君先行告退。妹妹，身为姐姐，我为自己的夫婿耽误了大家太多时间，向妹妹感到抱歉。姐姐不必担心，小小3书6礼，张家乃京城世家，自然是与叶府不相上下。所备的聘礼，定不会比这个查案的差。哼！张公子，你便将你的聘礼抬进来吧。不必多礼，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叶娘子，这红枣呢，寓意早生贵子；这桂圆呢，寓意花开月圆。你看如何？叶娘子，这红枣呢，寓意早生贵子；这桂圆呢，寓意花开月圆。你看。你竟敢如此羞辱我！我叶未晴，就算剃发为尼，也断不会嫁给你。不嫁就不嫁，你以为谁稀罕娶你啊？来人，东西给我剪了！你竟敢如此对我，不准动，都不准动！快给我剪，一颗都不许落下！张子娟，你竟敢如此对我，你以为我还想嫁你吗？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我叶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二叔，是叶未央，是他挑衅我在先。二叔，我真的不能出嫁。二叔，爹，你帮帮女儿，张子君有话留便，女儿真的……闭嘴！逆子，你不嫁也得嫁！张公子两手空空的来，你也得给我嫁！不能这样，真的不能这样。想必妹妹也不会在意这些身外之物。我看你与张公子甚是相配。也不像。今日来迟，让你受了委屈。你今日来了，我便不委屈。聘礼我已备好，必定让你出嫁之日，不差你妹妹半分。俗物而已，我不在乎这个。虽是俗物，能让你风光一次，我也是愿意的。未央，你真的愿意为了我，弃你母亲的悬案于不顾吗？我这么做，自然是要顾大人提供更有力的线索。我诚意已经给到了，就看顾大人你了。最大的聘礼，不是价值不菲的财产，而是这个。这是我黄承思秘密搜集的罪证。叶家曾主营布匹生意，在叶圣郎掌权之后，多次截获皇家贡品，倒卖军械，早已罪行累累。你愿意把此罪证交付于我？叶大娘子不惜以自身为饵，引我入局，不就是借助我黄承思来搜集叶圣郎的罪证吗？你既已知我是借势靠近你，那又为何帮我？外人以为叶家大娘子身为高门贵女，风光无限，可我却知你举步维艰，在叶家随时面临着群狼环伺的危险境地。我不愿再让你受委屈，我希望你能够依照自己而生活，不再被仇恨的阴霾所困惑。未央，你记住，你在叶家受过的委屈，我会一点一点帮你讨回来。
娘怕是看不到你长大了，娘只希望你以后能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与顾大人的初相识，自是想借助皇城司的力量，挖掘出叶家背后的勾当。可未曾料到的是，竟与顾大人的纠缠至深。未央从小父母双亡，一直在叶盛朗的阴霾下战战兢兢地长大。我从未想过有人会真心待我。顾明渊，谢谢。你就像我昏暗生活中的一束阳光。我叶未央此生定不负于你。这叶家就这么轻易的顶罪，岂不是太便宜他们？叶盛朗夺我父亲家产，害我父母性命，我当然不可能轻易的放过他们。我要一笔一笔，连本带息的收回。你有什么计划？轻易定罪，那就太便宜他了。我呢，也要他们感受那种面临绝望的感觉。我就喜欢你这副模样。需要我做什么配合你吗？那便只有先委屈一下顾大人你了。顾明渊，你什么意思呀？你白日来提亲，晚上就反悔了，还提出让我做小，你让旁人知晓了，得怎么看我？叶未央，你一个一计所出的贱丫头，还想抢走我的顾明渊？既然爹和二叔都靠不住，那就只好自己画出一条路。有我在的一天，你就休想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哼，我知道是为什么了，原来是陛下让顾大人来叶家提亲的，大人不得不应下。那大人既对我无意，那为什么不娶我妹妹好了，非要来糟蹋我？你这圣上只说顾叶两家联姻，这我深知我配不上你。论才学样貌，妹妹样样比我好。那这样如此，那顾大人直接去娶妹妹不就好了？你到底要干嘛？顾大人魅力无限，妹妹仰慕你许久，快配合我一下。叶未央，你休得胡闹！能做本大人的小妾，你还不满足吗？叶未央，你说的对，我就该嫁给顾明渊。我啥？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轮到你这种娼妓之女？在我心，永远是最好的，旁人万万比不得。顾大人如此想，那便是最好。叶未晴啊，叶未晴，不逼你一把，怎么能将你送上绝路呢？官人，继续喝。喝呀！滚开！哟，这不是我那便宜的未婚妻吗？我告诉你，要不是家中长辈要求，谁会娶你这种人尽可夫的贱货？张公子提亲自然不能白提，既然是向我叶家提亲，那不妨直接娶我姐姐。我凭什么听你的？叶二娘子倒是淫荡诱人，我可舍不得放弃你哦。就凭魏晴知道，比起我觉得公子更喜欢我姐姐，因为往往温柔的女人更吸引男人的注意。难道张公子
不想得到我姐姐，你我二人各取所需。叶卫强，人人都说叶家大娘子像她母亲勾栏模样，在我眼中倒是觉得你比她过之而无不及。张子俊，你就是个缩头乌龟，你连给顾明渊提鞋都不配。你给我住嘴！放开，放开！张公子，你处处低顾明渊一头，你难道就不曾想？够了！叶未央，我会夺走属于你的一切。你到底想怎样？我想要换妻。你瞧你，又这般匆忙。未央，果然如你所料，那个叶卫青当真去醉花楼找张子俊了。这好戏呀，看来刚刚开始。这张家叶家2年欠下来的账，总该有人还不是？这叶盛朗这些年收了张家多少贿赂？当年那笔流失的赈灾银，张家又在其中做了多少手脚？这里面的水可深得很。我当下该如何帮你？继续派人匿名给皇城司递信，我要确保顾明渊彻底入狱。至于叶卫晴嘛，他呀，只有死路一条。你还有闲情逸致在这下棋，别人可都已经算计到你头上了。我原以为你那个妹妹仅仅只是愚蠢，未曾想是蠢笨至极，竟想出换亲办法来。他既然闹，那我就陪他闹下去，不然枉费了他一片心思，竟苦苦寻张子俊，寻到了醉花楼。我看他那就是下贱，想着法子作践自己。生生，我麻烦你办的事，可能办到？要确保让大婚当日的婚服是一致的，那可都只是小事。只是，未央，你可当真要这么做？这可是不显棋，而且若是查出来，被他反咬一口，这可是弃权。若想得到什么，不得先付出，不是吗？生生，我这个人不喜欢防范未然，只喜欢攻其备。都给我听好了，这些全部都给我搬走。这些啊，全都是我们二娘子的嫁妆。绿芜姑娘，库房里能搬的都搬空了，剩下那些二爷特意吩咐了，说是留给大娘子。放肆！他叶未央的东西便是叶家的，二娘子想怎么支配便怎么支配。是。等一下，谁敢动我们家娘子嫁妆？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拦我们二娘子的路。来人，给我把他拿下！今日我就替你家娘子好好教训教训你。住手！娘子，按照您的吩咐，这库房里的东西啊，奴婢都请人运走了。好一个忠心的狗奴才！叶未央可真有福气。这是我家娘子嫁妆，你休想抢走。既然你如此忠心耿耿，那我便遂了你的愿。绿芜，掌嘴，直到打烂为止。是。你敢抢我的东西，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救得了你。住手！春桃，你没事吧？娘子，叶未央，你敢打我的人？今日我不仅要打你的人，我还要打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亲父亲！叶未央，你别忘了，你现在还在叶府，你还没有嫁给顾明渊。叶家又如何？妹妹是想叫二叔来，还是叫三叔来？作为妹妹，言语有失，姐姐理应教训妹妹，有何不妥？你以为顾明渊是真心喜欢你？他怕你玩腻了，就把你丢了。你跟你那个贱种母亲一样。喜不喜欢
可不仅凭你一张嘴说了算，妹妹一口一个顾明渊的，只怕比我还要在意我这个未婚夫婿。你胡说什么？妹妹可知这顾明渊为何离不开我？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切。走。叶未央，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大娘子，二爷有请。知道了。听说方才在库房里和叶伟琼那丫头起了争执，那不是正如你所愿吗？步步都在你的计划之内。我就喜欢你和你娘这一模一样的聪明劲儿。二叔请人叫我过来，所谓何事？未央啊，你知道的，二叔向来疼惜你，舍不得你出家。顾家那小子他配不上你啊，你呀可是我叶家长女啊。等日后二叔为你备上丰厚的嫁妆，再风光大嫁。不需要，非顾明渊不嫁。就不想知道你娘事情的真相吗？你不是最在意你娘吗？你若是出了叶家这个大门，你这辈子都休想知道。真相我自己会去找，至于嫁妆，我不在乎。离开你就是为了母亲。好好，哎呀，未央长大了，这发簪有些旧了。二叔为你准备了一只新的，来，二叔给你戴上。我就祝愿你们二人长长久久。未央，我会看着你回到我身边。那未央便应下二叔的祝福，定不负二叔所愿。我要你看着我是如何亲手一步一步瓦解整个叶家。我要你身败名裂，我要拿回属于我爹的叶家。叶大娘子身形与往日相当，想来也不用担心婚夫不合适的情况。怎么？可是我的身形尺寸有何不妥？二娘子的身形尺寸怎的与此前来量相差甚远？看来二娘子的婚服需要重新裁定，只是什么？只是二娘子所选款式用料复杂，想来现在重新定制一件，怕时间来不及。我花这么多银两，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二娘子恕罪，都是我们绣坊的疏忽，娘子切莫怪罪。切莫怪罪？你是要让我大婚当日没有婚服，让全京城的人看我笑话？耽误了我的吉时，不让你们绣坊从京城滚蛋！现在还有何解决办法？或许可以用大娘子之前废掉的成衣，重新裁制一件相似的，定能赶得上大婚之日，绝误不了吉时。你是要让我跟叶未央穿同款婚服？开什么玩笑啊！妹妹方才不是怕误了吉时吗？我堂堂叶府二娘子，竟要与你穿同款婚服，你也配？况且你的婚服如此寒酸。哼，那按照妹妹的意思是，这婚你不想结？罢了，就这样吧。叶未晴，我的好妹妹，你还是这么愚不可及。大娘子，那这一切准备就绪，你方唱罢，我登场。娘子可真美。大娘子，一切准备就绪，小的先为您添妆。大娘子有何不妥？是否是小的伺候不周？我记得上次来给我上妆的妆娘，并不是你。大娘子，之前的妆娘身体抱恙，特地遣了小的过来伺候您。
若大娘子有不满意之处，请尽管吩咐小王。既然来了伺候大娘子，那必要尽心尽力，不可有半点闪失差错。是。叶卫青，今日的坟墓可是你自己挖的。叶未央，今日我便要从你身上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娘子，一切准备就绪。大娘子先行。奴才该死，奴才该死！你不知道今天娘子要出嫁吗？万一误了时辰，你担待得起吗？春堂，不是，大娘子急事可耽误不得，要不由我先带大娘子去往前厅。娘子，无事，我一人去便好。让媒婆同我前去，你先去换件衣裳。是。哼，叶未央，好戏就要开始了。少爷，再不赶紧就赶不上原先定好的时间了。叶家娘子还在等着你呢。哎，走，接进去。大人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各种宝物器具加进去了。这个聘礼绝对是满京城头一份，叶娘子见到定然欣喜。再多增派点人手，各方面确认仔细，不得有一分差错。是。未央，虽说最初是你做的一场局，但我一定要让你成为满京城人人艳羡的贵女。夫人那边可传有消息？一切皆已准备就绪，就差大人。既如此，那我们出发。是谁？还不给本小爷速速让开！要坏了我的好事，有你好过的事。哦，张公子何时这般狂妄了？那又如何？我爹是户部尚书，今天这个路，我非先走不可了。这个路你走不了。给我冲！顾某不才，先去迎亲了。二娘子毕竟是妹妹，稍后一些也是应该。顾明渊，我开始期待你掀开盖头那一刻的样子。张公子已到，有请二娘子。自即日起，你叶未央就是我的妻子了。往后我定然会好好待你。顾公子，大局已定，只有我能成为你的妻。娘子，我来接你回家了。你这时先不着急喝交杯酒，先让我看看新娘子吧。叶卫青，你可真是不知廉耻。顾大人，你装什么正人君子啊？你们男人都一样。顾大人何不顺从于我，跟我共度春宵？
卫青保证把顾大人伺候的舒舒服服的，不比那个贱人差。与未央相提并论，你还不配。配不配？那叶未央现在估计跟张子俊已经同房了吧？是不是叶未央在张公子身下，跟在顾大人身下叫的一样勾人？未央若有任何闪失，我定会让你和张子俊死无葬身之地。阿奔，看好他。张公子，别来无恙。叶未央，难道你早已知情？不错，你与我妹妹的所有计划，我都一清二楚。那你还……哼，难不成你早对我有意思，想趁机和我共度良宵？叶卫晴说的没错，你们这种女，表面端庄，内里还不知道多骚。张公子误会了，未央对你并无他意，我只不过是想让你上西天罢了。回指抗亲乃是欺君之罪，公子不会不知。哼，想骗我？圣上只说叶顾两家联姻，又没说叶家嫁哪个女？是啊，那若是加上张叶两家贪污案，圣上若是将这贪污案和宦亲案联系在一起，数罪并罚。你，好你个叶未央，还真把你扳了一刀。但是事已至此，我也要好好爽爽，看你这张小嘴亲亲还是不是那么的硬。放开！叶未央，你计划之事就应该想到此刻，现在来想想怎么把小爷我伺候舒坦吧。放开我，张子俊！你还是想想死后葬你吧。哼，顾明渊，你敢坏我好事！大人，我今日是你我二人婚礼，我顾明渊心属叶未央，一夫一妻，白首不离。顾明渊，多谢顾大人，今日之事多谢出手相助。今日大婚，顾大人这是为何？成婚？你可知道这个计划有多大的风险？顾大人既已知晓，又何必来救我？为何？叶大娘子可知道，如若按照你的计划，这个时候你在张子俊的床上，万一被他羞辱失身，顾大人若是说不出口，那我便替你说好。未央，你既知道，又为何要做？放心吧，我不傻。我知道你有你的计划，你并非莽撞之人，可我真的担心你。未央自然感谢顾大人的怜爱，可我不想事事都躲在你身后。只要你知道，无论有多危险，我都会时刻守在你身边。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都在。顾大人一直都是我的底气。今日的计划未曾提前告知大人，是未央的不是，不知如何解释，要杀要剐，全听顾大人的安排。叶大娘子身在闺阁，怕是不知道我在皇城司的手段。如此，那顾大人惩罚起来倒也方便些。脱！不是说好随意让我惩罚我，
这么快就反悔？今日欠顾大人的，我会尽数归还。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若不配了，倒显得我不识抬举。只要顾大人解气便好。叶未央，你的复仇之路就不能多我一个作伴？顾大人，你已经帮了我够多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与不安，我没办法拿你的前途做赌注。你怎么会这样想我？你以为我在乎这些东西？所谓的大好前途，远不及你在我眼中的一分一毫。可我在乎，那种坠入深渊的感觉真的很窒息。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样。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嘴里哪句话是真，哪句是假。叶未央，你不许擅自揣度我。对于顾大人，未央感激不尽，可未央已然没有任何能够回报顾大人的。这一吻足以换情。叶大娘子今日劳顿，早些休息吧。未央，喂，这是张家的记忆。顾大人，春宵苦短，为何不与娘子洞房花烛，而是闯到我这儿呢？此话应当问张公子吧。不过是把普通的妾，难道顾大人想凭这个就定我的罪？张公子不会不知道，所有的军械武器都要在皇城司登记，由我一一保护。我当然知道，但是这个剑我们张家从未登。剑确实是没有登记，但张公子贪污公款，在黑市交易，我可尽倾心图。这个你怎么知道？我向来交易不留凭证，他如何找到的证据？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张公子人赃俱在，还有谁要给？既然顾大人如此训我叔叔，那不论我如何争辩，也是无用。张子俊以贪污公款视为一罪，私自交易管制武器视为二罪，罔顾圣旨蓄意换亲视为三罪，数罪并罚，足以让你流派边疆，做一辈子苦役。我再如何有罪，自有圣上定夺，轮不到你这皇城司对我动私刑。张公子此言差矣，这一劫是替公子报仇。顾明远，好啊，这都是你跟叶未央那个女人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我们张家。你以为你这样就能上位吗？明远，我告诉你，这辈子只能做朝廷的走狗，一辈子抬不起头。既是走狗，那我便更要履行职责，送你面见圣上。你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未央，我答应过，伤害你的人，通通不得好死。你看呢，爹，
叶家服侍你们一辈子，爹。爹，你就原谅女儿，就原谅女儿一次。混账东西！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玩意儿？你知不知道，今日换亲之事，人尽皆知，叶家成了全京城的笑柄。爹，我可以去跟他们解释，我可以跟他们道歉啊，爹。道歉屁啊！叶家向来从龙功臣，是京城的名门望族，这下好了，此事一出，我叶家脸面尽失，丢人也就罢了，你知不知道，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叶家险些都要给你陪葬。女儿只是听内侍说，孔叶两家联姻，我只知道我也是叶家的女儿。是叶未央，是他给顾明渊下迷药，顾明渊才非他不娶的，爹。行了，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好在圣上只是判了你一人有罪，并未株连九族。来，给你收拾了行李，从此以后边疆服役，不要再回叶家。女儿不想去边疆，女儿真的不想去，爹，女儿不想去。疼，轻点儿。顾大人这是何意？叶未央，你刚刚故意受伤的时候怎么不怕疼？你真是好大的本事，不然怎么能下好这一盘大棋？你先是让叶伟晴换亲，引诱张子俊和叶伟晴犯下欺君之罪，再故意受张子俊的流箭所伤，刺激我去问罪狱。你都知道了，所以你是真的心疼我。是，你算计我的真心，算准了我定会为你出头。顾大人明知我是故意受伤，不怪我咎由自取，还去问责张子俊放箭。我答应过你，会让你好好利用我。顾大人为我上药，我放心，其他男人不可以，顾大人可以。既然信得过我，我唯一只有一个要求，从今往后不能拿自己的安危作为筹码，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包括你自己也不行。上药哪用得那么大的蛮力？这张家错漏百出，已成定罪。但这叶家账本有疑，确实很难找到确切证据。大人，属下是否要继续调查？属下近期发现叶家有几笔异常支出。查，仔细查查。叶盛朗，是，属下一定查清叶盛朗所有交易往来。不止，查查他15年前如何掌握叶家，如何把未央的父亲给杀害。是。母亲，今日是女儿回门的日子，可女儿只想见你。我已经快完成了要答应你的事，我离开了叶家，离开了让你伤心的地方。接下来，我就会让伤害我的人都受到应有的代价。母亲，女儿如今也有了新的归处。他叫顾明渊，人还不错。女儿这是最后一次来到叶家，是来带你走的。我不会再让你受到欺辱。未央啊，今日回门怎么不来给二叔敬茶呀？向来回门只有拜见父母的规矩，我既已拜见了母亲，又何须向二叔敬茶？好，好，好，这把硬了，不听二叔的话了。你母亲生前最爱的发簪也敢不戴了？是母亲心爱，还是二叔逼迫？未央心里有数。
叶未央，你虽已嫁人，只要你姓叶，二叔便能对你用家法。今日你若是不听我的话，这牌位就休想带走。今日我对你有几分客气，全然是我尽孝，我敬你几分。可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不会让你再对我肆意凌辱。叶未央，叶未央！顾明渊，你敢擅闯我叶府！叶大人，我救我娘子免受叶大人的戕痕，天经地义。顾明渊，你少给我玩弄啊！未央自幼失去双亲，流落在外，是我将他接回府，悉心培养。如今他忘本，我教训他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是吗？是教诲，还是叶大人善用私刑，满足自己变态的控制？想必我们都知道。你休得胡言！叶大人，既然那么喜欢动刑，不如到我皇城司上喝茶，感受一下皇城司的特色。顾明渊，今日如此嚣张，你就不怕我到圣上面前参你一本？叶大人若想面见圣上，我可以送大人一场，只怕是私事变公事，圣上责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圣上刚刚才因为叶家二娘子的事情动怒。你别忘了，未央姓什么？她虽已嫁人，她还是我叶家人。不管我姓什么，我永远都是我自己。叶大人，若再敢侵犯我顾某内人，休怪我顾某不敬。今日没有伤害自己，不错。顾明渊，我答应过你，从此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包括我自己。大人，嘘。这是属下调查到的叶盛朗这些年来对夫人的所作所为。好，大人，你还是换个地方看比较好。走。叶盛朗在夫人回府后，日日折磨夫人。还跑？我让你跑！二叔把你接回府，你跑！说话！忘恩负义，是让你跑，跑还跑啊！喝干净，一口都别剩，喝完就能乖乖养病了，就不走了。并且属下刚刚查过，叶盛朗强迫夫人喝下的药，并非治病的药，而是让人筋骨松动之药。马钱子、何首、天麻，这个搭配和剂量不是为了治病，长期服用，轻则浑身乏力、精力懈怠，重则动弹不得，以致瘫痪。长此以往，夫人的身体怕是撑不过半百。大人，属下还探听到，不知该不该讲？讲。夫人的样貌与她的母亲方如月极其相似，在方娘子在世的时候，便有传闻说叶盛朗垂涎方娘子，逼死长兄，望取而代之，所以叶盛朗怕是对夫人动了其他心思。从前求亲之人
都被一一驳回。难怪未央如此迫切的想要报仇。正因为叶盛兰对夫人的偏心，导致叶府上下对他虎视眈眈。既然叶家人想要未央死，那我偏要让他长命百岁。夫君为何这么……大人，怎么？过了门了就不该叫我夫君？总之，所谓何事？这不是叶家的账本吗？这是这些日子整理叶张两家的证据。叶盛朗做的事，你都知道了。未央，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离开我，答应我，让我好好照顾你。好，我答应你。我可以成为你最趁手的一把刀。既然要报仇，那我们就一起堕落。张子俊的贪污案摆上钉钉之后，张家为了向圣上投诚，主动上交了贪污的其他赃款。没错，确是当时赈灾期间，朝廷往下拨的官银。我刚刚对着账本清点，发现的确能与张家的不法往来对得上账。看来这张家此番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尽忠。其中，账本生意显示与叶家多有往来，不论是叶家的进账，还是出账，张家都有所记录。看来这张家可真不简单。与叶家来往时，便早早埋好了伏笔，就等着拖叶家入水。真是出狗咬狗的好戏。未央，你曾是叶家的管事，能否找到贪污的证据？这账本中的确有几处交易并不明朗，不属于叶府的正常开支，而且笔笔价值不菲。可我不明白的是，这叶府上下我了如指掌，并没有发现能够藏匿赃款的地方。是不是叶盛朗有别的挺人，赃款藏在那儿？或许有，我也不知道是何处。你身子还没有恢复好，这种小事本不让你操劳。我已无碍，刚才只是一时心急呛着了。顾大人刚才如此着急，竟没有半分皇城使的样子。我本就不是皇城使，在你面前只是你的夫君。本官只是你的夫君，没个正形。想做我的刀，这样可不行。夫君，不过话说回来，我虽掌管过叶家，对叶家上下也都了解清楚，可我仍然不知道叶家最深处的秘密。夫人不必介怀，在叶家，夫人如履薄冰，能够生存下来，便用尽了全力。若夫人想单枪匹马，仅凭一个人去扳倒叶盛朗，那叶家在京城也很难称霸这么多年。再说，如果夫人单枪匹马便畅通无阻，那要我有何用？顾明渊，我发现你真是越发的油嘴滑舌了。看来
你把我调查的还挺清楚的，说说吧，还查到些什么？未央，方娘子离世后，你受苦了。母亲当年死后，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她那享誉天下的锦衣刺绣。她从未让我继承她的衣钵，可更让我不明白的是，叶盛朗也不让母亲刺绣。母亲没办法，只能东躲西藏，瞒着她在夜里偷偷的作绣。甚至她在死前也一直惦记着她那未完成的绣品。你可知方娘子刺的什么？母亲从未让我看过她的绣品。或许是叶盛朗极其在意的内容。又或许是记录了叶盛朗行凶的画面。所以是叶盛朗极其在意的东西，不想被外人看到。既然叶盛朗不想让别人知道，那我就只好让我这位好叔叔明知道是坑，也要往里跳。那你要怎么做？复刻出你母亲刺绣的内容吗？复刻出你母亲刺绣的内容。母亲并未传授给我，想必她也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她知道，若我会那几缕刺绣，便一定会被叶盛朗所害。所以你的意思是，利用叶盛朗恐惧的心态，做一个局，让他自己往里跳。不，我不仅要让他跳下去，我还要让他吐出属于我父母的所有家产。我还要让他的恶行曝光，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恶贯满盈的禽兽。你真的要这样做吗？我们手里的证据足以让他下狱处死。死对他来说那可太简单了，我要让他失去一切，我也要让他承受一下那种如地狱般的折磨。你会被世人所诟病，被当作茶余饭点的笑谈，指指点点。也许没有人会明白真相，那又如何？如果受害者害怕被指责，那坏人就更将肆无忌惮，他们才是施暴者，而我无愧于心。好，既然你做了决定，我便陪你到底。我来帮你做局。你可以不用管我的，我们可以和离，那些闲言碎语定会影响。我说过，我要做你最顺手的一把刀，谁若是敢，我便宰了他。吾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若是以我为样，能让那些潜在的恶行受到震慑，那不也算一桩好事？若叶盛朗的罪行昭告天下，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瞑目。我明白了，那我们便引蛇出洞。我想叶盛朗既然如此在意这锦衣刺绣，想必当年方娘子的死也必然和他有关系。娘，你醒醒！娘，你不要丢下我不管，你不在，女儿会害怕的。娘。当年我母亲惨死醉花楼，定是叶盛朗所为。夫人，这账本可有异样？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叶府每个月都会有一笔来路不明的开销，没有记录，虽占比小不起眼，但额数却巨大。莫非叶圣老一直在找这副绣品？很有可能，那副绣品早已失踪，既是记录着叶圣老罪行的东西，他定不会让这绣品一直流落在我。这副绣品必然是叶圣老的种类。如此花重金找寻，看来叶圣老怕极了这个东西。既然如此，那我们得先得一步，找到这副绣品。不，我要亲手创造这个东西，我要亲手将他置于死地，我要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我要亲手将他置于死地，我要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以报我父母的在天之灵。我说过，我会成为你最顺手的一把刀。顾明远，只是这锦玉纹，我只在幼时学过一些皮毛，如今想要很快的复刻出来，应该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我相信你。刺绣之道在于气定神闲，每一针都要留3分空白。叶未央，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叶未央，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你和你娘都是我的，终究都是我的。果然，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面对这一切。是我太吵，打扰到你了。没有。小时候，我的父亲被冤枉入狱，等查明真相的时候，他也含恨而终。从那以后，我便决定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才能保护心爱之人。这些年来，我用这把剑杀敌无数，人人都道我是杀伐果断的火眼王。但你可知，剑不仅能杀人，还能保护自己心爱的人。此时此刻，剑就在你手里，你要亲手挥向敌人，手刃仇人。叶未央，我要你永远记住，我就是你的剑，你的仇，有我和你一起报。叶未央，你又有什么理由放弃和害怕？你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有一个人了。我陪着你。我就祝愿你们二人长长久久。
说。你手中的笔，现在就是你的剑。庄主，近日坊间流传锦玉文再现江湖，江湖上叶家叶盛朗一直在寻找锦玉文的下落，如今再现，怕是他要坐不住了。那庄主，我们该如何是好？放出消息说锦玉文重出江湖，定要派人将锦玉文找到，不要在拍卖会上放出此物。是。对不住了，叶二爷。说什么？锦玉文重出江湖？阿哥，千真万确，这消息是庄主那边探来的，错不了。锦玉文明明消失10数年，10数年间毫无下落，他又怎会凭空出现？二哥，您看我们是否先追查锦玉文的下落？若是叫他按捷足先登，那当年方如月和大住口！我说过多少次不许再提，不许再提！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去解决这件事，要解决不了，我叶家上上下下都得陪葬。是，我这就去。大人，事情就是这样。那仙下叶圣瑜在何处？已经带了叶府暗卫，悄悄往山庄去了。可还有其他布置？未曾，而且叶盛朗似乎并未派人接应叶圣瑜等人，实属奇怪。叶盛朗此人阴险狡诈，想必这是他最后一次利用叶圣瑜，只怕叶圣瑜自己还不知道吧。三叔这次自投罗网，那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夫人的意思是，寒潭水浸透了吗？加派些人手，让三叔也体会体会被严刑拷打的滋味。把我的手信送给庄主，就说雨儿道该收我。是。搜。老爷，这儿。就是他了，收起来，通知外面接应的人，就说我们找到了。报告，闹贼了，快来人呐！不对，别管他们了，我们先走。好。叶三爷深夜造访，所为何事啊？叶某不才，只是深夜前来找庄主喝茶罢了。既如此，那就请叶老爷在庄子里面好好的喝茶。蠢货，一群蠢货！把府邸的现银给我备好，明日同我一起前往拍卖会。叶圣瑜这废物，连副绣品都抢不回来，现银还剩多少？三长，庄主若抬高拍卖价，怕是……备车，带上府上所有现银。是。顾明渊，你想用一幅绣品让我现身，我想让你看看我这叶府到底是谁的棋盘。这个簪子是叶盛朗逼迫我娘戴的，他后来又逼迫我戴。我看到这个簪子，让我谨记仇恨。庄主传信，叶盛朗抵了数万家产，连祖田器都带上了。他倒是舍得，也是。这些银子里面，至少有一半都是我娘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他又怎会不舍得？叶盛朗已经入局，今晚便是他的终局。
我陪你血债血偿。母亲，你若在天之灵，一定要好好看清楚，我要让叶家欠你的一点一点给还出来。你的命是我的，你要杀人，我替你握刀。从此以后，这簪子不必存在。不，留着它，我还有最后一用。我要让叶盛朗亲眼看着它是怎么一片一片的在他面前碎掉的。诸位，今日刘某要众宾朋在此，乃是为了众所周知的京城绝技锦绣玉匹。在方娘子在世之时，锦绣玉匹便名扬天下，一副绣匹价值可堪比一座城池。而方娘子去世之后，锦绣玉匹当真成了传说。这百闻不如一见呐！我车马劳顿，就是为了一睹锦玉刺绣的风采。是，这锦玉刺绣我见过，在叶府的寿宴上，但毕竟后者是仿造，比不上真迹，一丝也不。就是啊，个中精髓，只有方大娘子才能绣出神韵，只怕这幅真迹能被拍成天价。是。诸位，请看其他展品，拍卖会马上继续。意思我看不错。我想拿奖知道今天展出什么东西。未央啊，你可真是听话呀！二叔送你的簪子，你一直带着，待会儿二叔竟得一只更好的再赠予你，算是全了你我的叔侄之情。二叔送的礼物，未央自然要日日带着，生怕忘了二叔对我的感情。可谁敢？顾明渊，你敢！我看谁敢忤逆顾大人呢？这不过就是件饰品罢了。为何叶大人如此紧张这根簪子的去留？未央啊，这是你母亲生前遗物，你可记得二叔是怎么跟你说的？未央此生难忘，我娘是被我克死的，我只能每日循规蹈矩，克己复礼，才能保叶家其他人的大好前程，包括你，二叔。顾大人、顾夫人、叶大人，莅临此地，真乃山庄之福啊！那也得多亏庄主有这么好的展品，才能吸引这么多达官显贵到来。不知在下是否有幸能请到顾大人为我长长眼？新得了一把刀，邪乎的很呐！夫君去吧，我自己能行。请。你要是能引来叶盛朗的赃银，本官保证，你的身份便不再是黑市，而是有官号的山庄。那是自然，小人已经把一切事情都办妥了。至于叶大人那边，我已经跟他再三的确认过了。大人您看，这是锦玉文无误吧？至于大人担心的价格嘛，如若大人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银两，也可以在一些小事情上，大人为小人行行方便也可以的。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叶二爷，休怪我反水，实在是这个火阎王明摆着不给你活路，老夫不得不明哲保身。不知二叔可知，这簪头为何有裂痕？那是因为我每每向母亲祭拜，都攥着它，撞向祠堂的门槛，就像二叔今日攥着祖田契，这是怎么一回事？撞向这死君。还是这般小气，待我拍下锦玉文，一点房契算什么？二叔不会真的以为
庄主能拿出我母亲当年的真迹吧？对我用激将法没用，我要的从来都不是绣品，而是你们夫妻的命。各位，锦玉纹起拍价白银10000两，还1万两啊！谁有这个钱呢？哎呀，就是，在场里面所有人，怕是只有顾大人能出得起这么多银子了吧？是，我听说这顾大人和顾夫人就是冲着锦玉纹来的。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收网了。我出10万两白银。10万两，这么多！102000两，102000两。各位，喊得起也要付得出，我山庄可不是好惹的。105000两，15万两。二叔可真舍得，我也曾做过叶家长事，这么多年府内的存银也不过1万两。是，怕就怕叶大人拿了空头支票出来。听闻叶大人素来勤政爱民，怎么拿得出这么多的银子来？当了这么多年的官，还是肥差，不可能这点积蓄都没有的。152000两。二叔不必应承，我夫君向来疼我，我要什么他都能给我。你又怎知你敬到的就是你想？前几日才听说叶家在西街的铺子里典当了几件，二叔，这家财易散，名声可就难赎了。未央啊，可否将这件绣品先让给二叔，等二叔寻得更好的绣品，二叔再送到你的府上。未央福伯只喜欢眼前能见到的事物，比如夫君就很好。20万两，只要我夫人看得上，今日我必定拍下的。今日我必定拍下的。这可是大价钱呐！20万两，外加江南3座盐庄。二叔竟敢拿我娘陪嫁的盐庄来充数，这人怎么能无耻到如此地步？不会吧？叶大人居然私底下克扣自己侄女王母的陪嫁，会这样？太不是个人了！素大这叶大人自诩高风亮节之人，怎会对自己的侄女做出这等事？就是说呀，20万两，外加我叶家田契，抵10万两，30万。叶大人真是下血本了呀！31万两白！31万！叶未央啊，叶未央，今日你不让我好过，你便等着和你夫君一起共赴黄泉吧。31万两，有没有比叶夫人出的更高的？35万两。35万两，有没有真拍的？就是拍品由叶大人所得。庄总，快将绣品给我吧。实在抱歉，山庄的规矩改了，需要看到钱才能把拍品给您。庄主，你若是让我叶某今日下不来台，叶大人息怒，我也是按照规矩办事。如果您不能一次性付清的话，我就只能在这拍卖会上好好的把锦玉纹展示给大家。庄主，恕额无误。好，快去把拍品给叶大人拿来。是，庄主。二叔花了35万两白银，才求得这锦玉纹。今日各位都是慕名前来，不得让各位看官都饱饱着眼福啊！看一看，打开看一下。诸位啊，我叶某今日有公事在身，不得不走啊。等改日啊，再邀请诸位到府上，我们再来观赏这锦玉纹啊。先行告辞，先行告辞。等等，叶大人，
拿的怎么是官银？这些莫不是那些不翼而飞的赈灾款吗？竟然是官银呐！胡说！叶大人好阔绰，赈灾款化为锦玉纹，百姓饿殍便饮，而你却在此一掷千金。顾明渊，你污蔑朝廷命官，这些可都是我叶家祖产，这可是官银呐！你几日前，户部队长钦点，叶府现银不足1万两，35万两白银，你从何而来？叶圣郎，你贪污赃款，足以定罪。来人！区一本账本就想定我的罪，顾明渊太嚣张了！哎呀，叶大人，我这山庄可不敢收官银呢。你二叔别激动嘛，既然是二叔不惜花官银才拍下的这锦玉纹，不如拿出来，先让大家品一品。叶未央，住手！叶未央，你住手！这不是锦玉纹，这根本就不是锦玉纹，这是叶圣朗的罪行。原来是叶大人亲手杀了自己的哥哥，还有意侵占嫂子。不许胡说！还迷恋自己的侄女禽兽啊！你们诬陷我！禽兽啊！是你们诬陷我！我已向皇上禀明这里的情况，特意将你就地正法。你敢！二叔，这难道不是你心心念念的锦玉纹吗？善恶终有报，你的报应终于来了。贱人，你和你娘都该死！怎么样，被众人欺骗的滋味是不是很美妙？叶未央，当年你杀害我父亲的时候，他是否也像你现在一样声嘶力竭地喊你的名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午夜梦回之时，是否曾想到那个幼时教你读书，成年后帮你谋取官位的大哥？他不是我大哥，他妇人之仁，优柔寡断，他样样都不如我，他只想重重压我一头。爹，他就是个窝囊废，窝囊废而已。娘怎么可能喜欢窝囊废？娘由始至终喜欢的都是我，他关心的都是我一人而已。不是你爹，你娘早就是我的了，早就是我的了。胡说！我不允许你这么说的。我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官，而我娘呢，含辛茹苦的抚养你们长大，你是怎么对他的？我爹当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当年啊，你爹重病在床，是我把他捆在床上。我拿着匕首，我就问他：要你女儿的命，你还是要你自己的命？他要了你的命啊！你才是杀害爹的杀人凶手！还有你娘是被我亲手从楼上推下来的，她是为了护着你叶未央。才是天煞孤星，你才是杀死你爹的凶手！叶未央，不是我。未央，这一切不是你的错。你还记得你在你母亲的墓前许下的诺言吗？我要替母亲报仇雪恨，我要做自己，不再为他人主宰。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叶未央，我死也要跟你同归于尽！我说过，我要成为你最趁手的一把刀。今天我这把刀，你觉得趁手吗？还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皇城司使顾明渊及其夫人叶未央为城监除恶有功，赐黄金100两，特封顾明渊为永宁侯，其夫人叶未央为一品诰命夫人，并着令其掌管织染署，将锦玉纹刺绣技法广播于天下间。钦此。
谢主隆恩。未央，从今天开始，你就不会再被世仇所困扰，可以坦然做回你自己。或许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一把趁手的刀了。那你需要什么？需要你，我的夫君。